资金疯狂逃离中国，富人们各显神通，合法不合法的手段齐上，走资和洗钱成了最能体现一些人创造力的新领域。大家好，今天开头让我们先来回顾两个分别发生在澳洲和上海的故事，一个像火，一个像冰，但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让我们先从火的那个说起。2025年10月和11月，神秘的澳洲华人女富豪因酒后驾驶劳斯莱斯撞人重伤的杨兰兰又接连缺席庭审。在此之前，她已经火了近3个月。这次缺席出庭后，杨兰兰又悄悄搬出了她在悉尼的顶层豪华公寓，让媒体失去了她的行踪。杨兰兰再度神隐，神秘感继续攀升。杨兰兰可能真的想低调，怎奈实力不允许啊！开劳斯莱斯就像是黑夜里一座移动的灯塔。杨兰兰到底拥有多少财富，众说纷纭。网传的存款2700亿澳元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拥有2辆劳斯莱斯座驾却是实锤的。富豪圈有个传说，劳斯莱斯会私下审核客户们的财力，因为劳斯莱斯绝不希望自己的客户打肿脸充胖子，导致自己的车经常流入二手车市场或者租车市场。根据豪车交易网站 Exotic Car Trader 和 Dujua 2024年的分析，劳斯莱斯车主的净资产中位数是3000万美元。杨兰兰拥有2辆劳斯莱斯，出事的那一辆是定制款的库里南，再加上她拥有私人保镖，所以靠谱的估计，她或者她金主的净资产至少是上亿美元。那这位23岁的女富豪是何来头呢？外界只能靠猜，有人说她是富二代，有人说她是某位高层领导的亲戚，还有人说她是某位大人物在海外的财富保管员。杨兰兰的故事是一场意外的爆炸，而荣氏家族的故事则是一场无声的融化。荣氏这2个字在中国历史上分量极重，他们是真正的100年老钱，不只是老店，更是老钱。从清末的实业巨擘到创办中信集团的红色资本家，可以说这个家族的历史就是半部中国的近现代经济史。然而，就在2025年初，荣氏家族这座巨大的冰山开始悄无声息地融化。一座位于上海市中心、极具历史感的花园洋房被挂牌出售。这栋房子的估值5亿元人民币，据信属于荣氏家族。这件事没有新闻发布会，也没有社群媒体的公告，只有顶级房产圈里流传的消息。后来因为古董家具需要打包运走，货运公司的人为了显摆自己的客户高端大气，泄露出了搬家的视频。说到这儿，停下来插一句，在本期节目末尾会介绍我们团队正在使用的一款 VPN Express VPN。VPN 通常的用途是保护上网隐私、翻墙，其实它还有很多别的使用窍门，比如解锁流媒体平台的地域限制，不多花钱你就能看到更多影片。请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节目的末尾。有评论指，低调搬家代表着荣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正在彻底撤出中国。好，故事讲完了，一个是新贵的火意外曝光，一个是旧富的冰无声融化。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却道出了相同的答案。杨兰兰虽然一切都是谜，但是长久以来有一点共识是，像她这样的中国隐形富豪，在海外的财产主要不是在本地创造的，源头是在中国。接下来的问题很有技术性，富豪们如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是怎样穿透了铜墙铁壁一般的监管，顺利搬到海外去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总结起来有3层玩法。请记住，我们说的不是几万、几十万美元的小钱，而是上亿、上10亿这种级别的巨款。中国公民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就像一个家用的小水龙头，但现在要搬空的是一个大游泳池，想靠那个小水龙头，那到天荒地老也搬不完。所以那种找亲戚朋友帮忙的蚂蚁搬家式的玩法，咱们今天就直接略过，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真正资本玩家会考虑的。真正的玩家至少是从下面这个级别起跳的。这种套路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就是
注册一家公司，然后以这家公司为壳，虚构和海外的贸易往来，以给海外的买家支付货款或者服务费的方式把钱给搬出去。这在外贸领域已经是操作了几十年的公开秘密，属于洗钱的 ABC 级别。说它是入门级，不是因为这样洗出去的钱一定少，而是它最广为人知。你只需要2样东西，一个是国内的公司 A， 另一个是海外你自己控制的公司 B。它可以正向操作，比如你想把100万美元弄出去，怎么办呢 ？Easy， 让你的海外公司 B 假装卖一台机器给你的国内公司 A。这台机器可能只是二手货，价值10万美元，但你们签的合同售价是100万美元。A 公司拿着这份合同去银行，银行一看手续齐全，公事公办，就把100万美元给汇了出去。实际多出来的那90万美元呢，就成了 B 公司的销售收入。B 公司是你控制的，或者是和你商量好演双簧的。这90万美元，要不然就进了你的口袋，要不然在你和合作者之间分。总之，你把钱转移出去的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套路还可以反向操作，你可以把你国内 A 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货，假装只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的海外公司 B， 那看起来 A 公司不是血亏了吗？别急，钱虽然没有出去，货不是出去了吗？ B 公司收到货以后，可以以货物为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然后再买房买地买股票，这样就置换成了别的海外资产。再不然把货转手卖了也可以变现，只是反向操作，你可能有一定损失，但是不是仍然把钱给倒腾出去了吗？如果说货物贸易要走海关会留下痕迹，那么还有更加简单的卖服务。你在海外实际控制的公司 B 可以给国内的公司 A 提供各种高端服务，比如一份只有几页的 PPT 市场战略咨询报告，收费500万美元；一段谁也说不清楚的软件授权，收费1000万美元。钱就这样在知识付费的高大上名义下，畅通无阻地流向了海外。上面同样的套路，往大处想，往大里玩，还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你用国内公司的名义去海外收购，比如去法国买个酒庄，去美国买个科技公司，这家被收购的公司也可能就价值1000万美元。但是你可以买通所谓的国际权威机构，出一堆文件，找人把它包装评估成价值1亿美元。然后你再拿着这份报告，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名义向央行外汇管理局申请额度，把这1亿美元汇出去。那多付的9000万美元，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留在了海外。当然，这要在参与这个骗局的玩家里层层分润，你会有损失，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绕开政府监管的必要交易成本。前些年，安邦、海航这些巨头在海外疯狂地收购酒店、足球队，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意味。这个游戏也可以用别人的钱来做，具体点说，就是以国家的钱来做，比如“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不管是在海外买下的矿山股权、土地，还是租下的港口，价格都可能是严重高报的。国家投资是亏损的，亏损的那部分就是在项目经办人和两国官员之间分润，双方都会有白手套参与交易。但严格的说，这是贪污，并不是洗钱的范畴，但套路都是一致的，只是用国家的钱玩得更大。你可能会问，这些都是开脑洞的瞎猜吗？不，数据是会说话的。《华尔街日报》曾经深度报道，从2015年到2016年，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进出口数据，中国这边凭空多出了几百亿美元对不上的数据黑洞。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个黑洞就是无数个公司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套路，共同导演出了一场资本外流的大戏。直到今天，黄金空转、芯片高报这些洗钱手法仍然是海关打击的重点。虚假贸易这个东西，毕竟还得有个形式合法的合同，能够摊在明面上。而接下来的套路，则是直接钻入地下，坐上那些看不见的秘密特快列车了。这个特快列车就是地下钱庄。地下钱庄也是历史悠久、曝光度很高的洗钱方式，我们也把它归入门级。听起来很神秘，但是它的核心原理很简单。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你就懂了。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跨国信任交换就好了。比如你在北京想转给远在纽约的朋友100万美元，你怎么办呢？你不会去银行，而是找到一个叫老王的中间人，你把等值的人民币，比如700万元，在北京打给了老王。老王收到钱也不会把这笔钱汇出去，他只是给他在纽约的合伙人老张打了个电话，说纽约的老李要100万美元，从你的账户里把钱给他吧，这笔钱就算我欠你的。那几个小时后，你在纽约的朋友老李就收到了老张从纽约本地银行转来的100万美元。你看，整个过程没有1分钱跨境，你的钱留在了国内，你朋友在纽约拿到的钱也是从美国本地账户转出来的，而这就是地下钱庄的精髓——对敲。请记住，所有洗钱术的精髓都是避开传统的银行间转账，不在公开的金融体系当中留下痕迹，也就避开了监管。如果钱要从中国转出，只是比别的国家多了一重麻烦，就是央行外汇管理局的审批，因为中国不是外币自由兑换的国度。对敲是一种古老的洗钱方式，而且可大可小。小金额的对敲是华人互助的常见方式，你帮我给国内的老人转一笔生活费，出人民币，我帮你在美国上学的儿子付等额的学费，出美元，诸如此类。而地下钱庄的对敲只是金额更大，过程也更复杂。地下钱庄干的相当于是一个撮合全球资金交换的超级中介。你可能会问，地下钱庄在海外的美元是从哪儿来的呢？来源很复杂，有做外贸的商人想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的，也有海外华人想给国内家人的汇款等等。钱庄就在中间，像一个巨大的资金调度中心，满足两边的需要，自己赚取差价和手续费。这条地下通道的规模有多大呢？2016年，浙江金华破获的一个大型地下钱庄案就是最好的例子。涉案资金高达410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着上千个账户，为无数的富豪和官员提供这种看不见的转账服务，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好，前面介绍的几种套路历史悠久，参与者众多，但并不是富豪专享的。那接下来就是一种特定人士专享的洗钱术，它很有高雅的贵族气息，就是艺术品炼金术。我们把这一招归入门级以上的高手级。让我们先来讲一个真实的封神之战，收藏家刘义谦当年震惊世界的那次刷卡。请注意，刘义谦所有的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是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允许范围内完成的，因此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外流的指控。这和我们上面所介绍的几个套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之所以引用他的案例，是因为太经典了。他以一种教科书级别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巨额的人民币资产是如何在阳光下被置换成了可以全球流动的美元资产。第一步，把红钱变成金票，因为在当时是合法交易嘛，所以不能说是黑钱啊，就叫红钱。话说2014年，刘义谦在香港以创纪录的2.8亿港元的价格拍下了一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当时所有人都想不通一个问题，他是中国公民，钱都在上海的银行里是人民币，那堵叫做外汇管制的墙，他怎么才能够翻过去呢？结果刘义谦的支付方式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只见他掏出了一张在上海办的美国运通黑金卡，一次又一次的刷卡付清了全款。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监管围墙上一道看不见的暗门。这到底是什么黑魔法呢？其实很简单，刘义谦巧妙地利用了全球信用卡支付通道，绕过了个人资本跨境转移的监管。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他并没有汇款，只是在境外进行了一笔金额比较大的消费而已。用一句白话总结就是，刘义谦并没有把钱搬出国，他只是在国外买了一件东西，他只是用了这张至尊黑金卡，而买价是信用卡公司支付的。刘义谦和信用卡公司之间是消费贷款关系，这个关系发生在中国境内，是信用卡公司搞定了国内外货币结算的所有问题，你说高不高？
交易完成后，他在上海银行里的人民币，我们简称为红钱，就炼成了一个在香港小小的，却是全球都认可的硬通货文物鸡缸杯，我们称之为金票。这张金票就是刘义谦在全球资产池的入场券。那么第二步就是让金票变出现金。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有，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仅仅1年以后，2015年，刘义谦在纽约就以同样的方式操作，拍下了一幅价值1.7亿美元的名画。好，艺术品在手，相当于刘义谦在海外有了一个巨大的美元钱包。只是这个钱包里的东西流动性嘛不那么好。如果他需要现金的时候怎么办呢？卖画太慢了，而且傻。他只需要拿着这幅画走进任何一家私人银行，往桌子上一放，说抵押贷款。银行一看这幅画在佳士得所创下的天价拍卖记录是优质抵押品了，二话不说就轻松地批给他上千万美元，甚至是上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看到这儿，整个链条就完整了。起点是在中国内地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过程是一场公开合法的艺术品拍卖，中介是跨国信用卡公司，至于终点嘛，就是海外银行账户里一笔干净合法而且低息的美元贷款。这个过程没有国内银行的汇款操作，也不关央行外汇管理局什么事儿，完全合法，无可挑剔。而原本所在国内银行的人民币就这样在聚光灯下完成了跨境和华丽转身。刘义谦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了顶级富豪财富全球配置的冰山一角，这是高级玩家的游戏。如果说用艺术品转移财产是阳春白雪的古典派，那接下来的这招就是科幻电影里的赛博朋克了，也是当下让各国政府最头疼的一招——加密货币。它既有科技感，保密性又高，符合走大钱的需要，代表着未来洗钱界的主流。我们把它归为王者级别的套路。不懂加密货币没有关系，只要记住3样东西：数字美元筹码、无敌保险箱和数字兑换点。还是让我们一步一步拆解来说。第一步，换筹码。需要转移财产的人把手里的人民币换成一种叫做 USDT 稳定币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赌场里的数字美元筹码，一个筹码永远能兑换成一块真正的美元，非常稳定。在哪里换呢？当然不是去银行，他们会通过一些非常隐蔽的网络社区或者 P2P 平台找到币商。这个过程有点像私下找黄牛换外汇。要转移财产的人通过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比如把100万元人民币打给这个币商，他就会在网络上把等值的数字美元筹码 USDT 发到你的手机里，这时你的人民币就变成了手机里的一串数字代码。第二步就是存进无敌保险箱。这些数字美元筹码当然不能存在银行的 APP 里，也不是在支付宝里，而是存在一个叫做去中心化钱包的东西里。去中心化钱包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一个装在你的手机里，绝对属于你个人的无敌保险箱就可以。这个保险箱没有实体，也只是一个 APP， 但它的密码全世界只有你自己知道，只要你不说，没有任何政府、银行、警察能够冻结它或者打开它，它是一个隐形的瑞士银行账户。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位富豪还需要做什么呢？他只需要带着存有这个无敌保险箱 APP 的手机，再买张机票，像普通旅客一样轻松地飞到美国或者飞到新加坡，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就行。过海关的时候，没人知道他这部平平无奇的手机里其实装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数字筹码，也完全不存在申报的问题。成功落地之后，富豪就剩下最后一步了，他只需要打开手机，去一个叫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网站就行。他把手机保险箱里的那些数字美元筹码卖掉，换成真正的美元，然后砰的一声，他在当地银行刚刚开好的银行账户里就出现了几百万美元，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的兔子一样。这个过程没有经过任何一家传统银行，没有任何一笔跨境汇款，更没有任何海关申报，只有他的手机和一串密码，是完美的幽灵般的财富转移。
也正因为这种套路非常难以追踪，所以尽管中国政府对它采取了最严厉的打击措施，还是有许多人铤而走险。2022年，中国公安部破获了一个特大虚拟货币洗钱团伙，他们利用 USDT 等等加密货币为赌博集团和诈骗集团洗钱，同时也为有资金出境需求的中国客户提供通道，涉案金额高达几百亿元。官方在通报中明确指出，虚拟货币已经成为非法资金跨境流动的重要通道，等于直接证实了这种手法的现实存在。前面介绍了这么多是钱出去的方式，有千种招数，万般腾挪，其实目的就是一个避开传统银行间的结算，也就避开了监管的法规。但是钱出去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终极目的是如何让这些钱在海外获得合法的身份，而且能够安全地传承下去。那这就需要用到两个终极工具：离岸公司和家族信托。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16年披露的巴拿马文件中，指名道姓地揭示了众多中国权贵和富豪通过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设立离岸公司，从而转移资产。比如，文件显示，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亲属都通过这家律师事务所设立了 BVI 公司。所谓 BVI 就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缩写 British Virgin Islands。红色权贵们通过这些公司在海外持有资产，巴拿马文件于是就成为了铁证，揭示了离岸公司被用作财富保险箱的真相。富豪们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些地方设立复杂的空壳公司，他们彼此交叉持股，就像一层层俄罗斯套娃。这些海外资产，比如杨兰兰的豪宅，其实并不在他个人名下，而是由某个 BVI 公司持有。这样做的好处是，外界很难穿透股权，查到资产的最终受益人是谁。同样常见的是设立家族信托，富豪们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比如现金、股权、房产等等，都赠予给这个信托。所谓的信托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实体，就像是一个独立保险箱。当你把资产放进去之后，这个保险箱自己在法律上就成为了资产的主人，就不再是你了。这样做既可以有效规避未来的遗产税，又可以防止由于个人债务或者是官司输了，从而导致家族财产被查封。像荣氏这样的百年家族、百年老钱，必然深谙此道。百年传承嘛，他们的财富一定是在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防火墙内静静流传下去的。好，从蚂蚁搬家到家族信托，我们今天把财富出海的主要路径都梳理了一遍。杨兰兰和荣氏家族，他们这种体量的玩家，大概率是会采用上述方法的多种组合。无论是新贵还是旧富，当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财富的主体部分以及他们后代的肉身都转移出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其实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国家未来最真实的投票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下面是工商时间。你知道吗？使用 ExpressVPN， 你每年可以节省几百美元的流媒体服务费用，同时还能在线观看数千部额外的电影和电视剧。让我来告诉你是如何做到的。所有主流的流媒体服务都实施了地理封锁，限制了特定国家和地区可以观看的内容。例如 Netflix 在全球拥有超过18000部影片，但是根据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你可能只能看到不到7000部。这意味着你最终需要订阅其他流媒体服务才能扩展你的选择。这个时候 ExpressVPN 就派上用场了。ExpressVPN 是一款应用程序，它允许我将我的位置更改为世界几乎任何地方，并且让我访问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提供的内容。假设我想在 Netflix 上观看韩国电影《寄生上流》，但是在加拿大不可以。没问题，我只需要打开 ExpressVPN， 将我的位置更改为美国，再搜索影片就可以进行观看了。不仅限于 Netflix，ExpressVPN 的这项功能适用于所有的主流流媒体平台，包括了 Hulu、HBO Max 和 Disney Plus。你甚至可以用 ExpressVPN 在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访问受限制的应用和网站。不仅如此 ，ExpressVPN 会将您的所有数据通过安全加密的服务器传播，从而保护到您的隐私信息，免受黑客和数据掮客的侵害。
现在您可以以史上最低价获得 ExpressVPN， 每月仅需3.49美元起，每天不到12美分，不到一项流媒体服务价格的一半。感谢 ExpressVPN， 我能够为我频道的观众提供一项特别优惠，额外获取4个月的使用期限。请访问 expressvpn.com/wzofficial， 立即开始保护您的隐私，并访问更多内容。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